继续在承德的旅行。在承德有一个叫滦平县的小县城，无论是经济还是人口都毫不起眼儿。但是这个地方因为口音特殊，致使它成了一个相当著名的地方。在60年前，这里是中国普通话标准语音的采集地。就是说，现在我们说的普通话都是从这个地方来采集出来的。你整个滦平县都是普通话之乡，滦平县都是普通话之乡。你从小就在这个村生活吗？对对对，您这普通话也挺标准，吉鲁屯是最标准的，是吧？那刘哥，你跟其实我听起来好像差别也不大。比如我也感觉您就北京是人就说话有点发尖。胡子还建议我和这位大哥 PK 一下普通话，看看谁说的更标准。特别标准。您就是这地方的人是吧？一点口音都没有吗？这边说话一点口音都没有吗？就是标准的普通话吗？这就标准普通话。哦。离开承德的时候，虎子说带我去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金沟屯村，很出名。这几年我特别喜欢银杏树，真漂亮。秋天是好看，太漂亮。银杏北京这边其实还蛮容易的啊。这个金沟屯村据说是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，我也是比较好奇，就一起过来看一看。先来到了一个小学校，我们是那个自媒体，然后咱们这不是普通话之乡嘛，然后听说有一块那个采集碑在咱们校园里，我们想进去拍几个戏。确实是普通话采集地。当时那语音耆老啊，现在有几个都已经不健在了。哦，不健在了。然后这个健在的吧，就有2个还是比较活跃。因为那个这个小学校里有一个石碑，是当时普通话采集的一个象征。我姓桑。桑校长。滦平县都是普通话之乡。滦平县都是普通话之乡。上那采集过，当时采集的就是那7位老人，那7位老人当时还是学生。很多人以为普通话都是以北京话为基准的，但真正的采集地实际是河北滦平这个地方。他这个当时是采集了，比如说是按照每个字的发音，还是按照正常的，比如短句去来采集的，您知道吗？这块的认为这块这普通话非常的标准。然后呢，也把它写进了这个语言方案里面。后来这概念是逐渐的扩大。咱们这我打断一下，重视。咱们这儿这个人口，这个就是金沟屯滦平县人，他的祖上都是什么地方？就是本地的。你要金沟屯人是从密云金沟屯迁徙过来的。密云金沟屯。对，所以才叫金沟屯。从密云迁徙。那等于是这个金沟屯的口音还是北京密云那边带过来？接近。但是跟他们有不同。相对来说吧，还是滦平这一块。滦平这一块，它这个发音整体上，你就从出生的孩子，因为他长期受这种环境的熏陶，你就达到耄耋老人，大家发音都差不多。你不能去了。前几年我去过，都已经不能沟通了。本来我们还想冒昧的采访一下当时采集这个语音的老人，但是没有成型。虎子怎么跟人套词？在村口看见几个老人，我们就下车聊天。这地方是咱们中国普通话最标准的地方吗？对。有什么证据啊？之乡就说是意思最标准的。您从小就在这个村吗？您从小就在这个村生活吗？对。您这普通话也挺标准的。金沟屯是最标准的。金沟屯是最标准的。金沟屯是最标准的。是吧？那刘哥，你跟其实我听起来好像差别也不大。比如我也感觉您就是北京人就说话有点发尖，有点儿化音，可能说快了有点儿化音。说话就有点发尖。但我要听您的，确实没有口音，几乎没有口音吧。就是如果说您是北京的，我感觉也挺像的，老北京也感觉。所以这个北京话跟滦平这边的有差别吗？有差别。北京人说话发尖。我瞅着没忒。对呀，就是您这个就是特别像北京胡同大爷那个声音啊。北京人说话根本照咱们的说话也没有区别。对，
像现在，可能老一辈儿的说话快一点，还稍微有点儿化音，现在都挺标准的。要搁你北京人说你北京人还是普通话，普通话说的好呢。你要到京城说按马吧说话，马吧这才正是这个京城才正普通话，你也哈到哪样？上年纪的人，这个话能说成这样，算我还感觉还真的跟北京的胡同大爷确实差别不大。我还是对应跟北京人说话就相比较啊，就是不明显口音。就是北京人一般听外地人说话总是觉得有口音嘛，就是基于普通话那个发音，老觉得外地人有口音。他这个算小一点的，就有点跟北京人说话比较接近。这个大树挺漂亮。在村口又看见一个大娘，我们打算再去聊一聊。这边啊，这边哦，再来试试这位大娘的普通话怎么样？这叫金沟村吗？这个地方叫金沟村啊？哦，听不见哈。咱特别标准。您就是这地方的人是吧？咱们就这个。一点口音都没有吗？啊？这边说话一点口音都没有吗？就是标准的普通话吗？我这就标准普通话。哦。我娘家就小营都在这。哦。都是标准。听着是。电视也播嘛，特别标准。哦。是吧？就是很多普通话的发音就是从这边采集的是吧？发音那个。基地嘛，哦，基地哈。兰平县算什么？这点算普通话的基地。哦，就是你们都知道，就是普通话从你们这里采集的语音哈。还看不出来嘛？真的要猜就是76、7就往上里都猜到这样了，88真的不像。您看您这个真不像。普通话，听听标准的普通话。我起来半会儿了，也睡不着，起来吧，前面那个花我都擦擦。那金子篮子跟那啥都擦花的起来。大娘就是咱们金州屯这说话都跟您这样似的。都这样。都这样。不是，那边小营，咱们都这样。哦，那个当时就是国家来采集普通话标准的时候，是那七位老人也是这个村子的。其实您88岁，可能跟几个老人差不多年纪是吧？当时国家50年代的时候来这采集那个普通话。有谁嘛？郝运德。哦，你还知道名字呢哈？大队会计。哦。那兰平县那个电视不都发过吗？哦，都是这个村子的。啊，这杆不是了，他经济也得有80多。退休了啊。不来大队了。他打30多年的，算点大队退休的。还有呢，在北头姓郝。叫郝运德。大队会计应该是。那采访时候标准音是就是他。啊，也是挑的人采的是吧？这都一样，都差不多是吧？所以看来我这跟您一聊天，感觉确实没有什么口音。要说北京成分好，就说好，城市好，实际没咱们乡村好。对呀，农村多舒服啊！味儿啊，是那水呀，也不，咱们这水都好喝，哪都。所以您看您这身体，真的看不出来是88岁。喝的水是地下水啊，还是自来水？地下水。地下水。家都搁打井。家都打井。都打根井，打特深的。都打那个5、60米。这个承德滦平县的普通话为什么这么标准呢？据说在明朝初期，由于战争的原因，长城之外的滦平县居民全部被迁到了河北保定、北京房山一带，导致这里成为了无人区。后来清兵入关，从北京等地迁来的王公大臣和八旗军队构成了滦平人的主体。这部分人受当时北京官话的影响，发音自然统一。尤其是说话没有尾音儿，显得特别直接清晰，和普通话非常接近。所以最终普通话是采用了这个地方的发音，从这里采集，然后向全国推广了。通过这次的实地采访和接触，确实这个地方的发音比较标准。离开滦平，我们来到了遵化市。天色将晚，我们就住在了市区。晚餐吃的鱼头泡饼，
看这一大盆儿，看这一套泡饼4斤，这一大锅，来开吃。开动了啊！来，哎，现在很多餐厅的一次性筷子都是这样的。这个镜头挺好的。不错不错可以啊不错，啊把饼泡上。啊。